干嘛呢？给你的。夏雨晴，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叫什么吗？破坏公司财物，知不知道？啊什么啊？你说，这朵花是不是刚刚从那边摘的？不是，是不是什么呀？是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破坏公司财物还敢狡辩？奖金全没有，工资扣吧。别，马总，你听我说，我。夏雨晴，哎呦，马总，又怎么了？跟我上来，数罪并罚。哎呀，你还笑，夏雨晴？你不是答应过不曝光的吗？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。我是答应过啊，那这新闻是怎么回事？但是杨丽没答应啊。小人。马总，别说我是为了惩奸除恶，就算我是真小人，我也比那些伪君子强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这件事情要是不曝光，他要是故伎重演又去祸害别人怎么办？像这种人，就应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算你说的有点道理。有道理就是有道理，什么叫就算啊？怎么样，我们的2个月之约，我是不是已经定了？那可未必吧。马总，你要是还有什么招呢，你就赶紧使出来，我这儿都接着呢。招啊？我倒是没有。不过事情呢，我倒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，大概再过几个小时，人事部就会通知你了。人事部？好你个马可爱，说有重要的事情，还让人事部通知。我以为你要给我提前转正呢，结果就是让我来大堂当礼宾，直接从办公室发配到基层，还说什么从礼宾做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酒店人。我怎么没看他来做一做呀？啊！我再一次肯定了一件事情，他马可爱就是在整我。还有那个杨丽，一通瞎分析，还说对我有意思，对我有意思能这样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不好意思，你这拖鞋，余秋柏，我实在不行，我在家里实在画不出画来。所以您这是？我想啊，可能是我习惯在酒店创作了，我需要一个过程。啊，不是，那您能不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您的仪容啊？仪容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指的是仪表。仪表。啊，出来太匆忙了，没整理。马总，余秋柏又回来了，而且说什么虽然这次离婚了，但是生活上不能自理，一直无法创作。你说他该不会又是来自杀的吧？哎，进来。你先。哎，兄弟，啊，你来了。你说我怎么才能找回灵感啊？画展已经推迟1次了，不能再推迟了。
哦，那什么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心平气和，为贤为德，以德服。哎，回来！怎么了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？我哪儿不正常吗？看你，你挺好的。对啊，不对，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我限你在1个小时之内给我查出来，去吧。哎，夏哥，我这刚下夜班我就查出来了。哎，夏哥，我这次用15秒就把案子给破了。那你看，这是我们八卦小组传的照片。这什么鬼啊！哎，夏哥，哎，说，挺好看的，哎，确实有点神兽的姿态啊。干嘛呢？手机都收起来！拍什么呀？不是，手机都收起来！拍什么？哎，收起来！有什么好拍的？赶紧走！赶紧！我也收起来！不是，赶紧走！走啊！赶紧走！过来，哥，你小子啊，你也跟着乐是吧？是没有哥，我没发现你真有当神兽的潜质。你信不信我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？走了。好你个余秋百啊！我今天就把你的画给偷走，我烧了，我埋了，我让你斩！
但是，创意再好，灵感再好，有什么用呢？连免费的施展都没人欣赏，看的人寥寥无几，还大都是你们酒店的员工。寥寥无几，麻烦你自己去画展厅看一看好不好？很多人喜欢看你的画。他们都是看热闹的。我今天听他们说的不是我的话，都是在笑话你。哼，我真的无言以对。所以其实我是很没用、很没用的。离开了金沙，我的生活一塌糊涂。我的人生为什么要这么讽刺呢？大哥，你讽刺什么呀？这才刚过1天你就这么沮丧？要真在酒店里议论，那也都是在议论我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我真想让你去画展厅看看，听一听大家真实的想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看，于老师来过我们学校讲课，他很推崇北方人体画画家帕蒂尼尔，而且帕蒂尼尔也受丢勒的影响。哇，你们看这幅画，哇！我听我们老师说过，帕蒂尼尔的人体画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，往往具有雕塑般的美感。他笔下的模特已经不仅仅像一个人物，更像是一个静物。我听说啊，于老师每年都会举办个人学会画展。哎，以前啊都没机会参与，现在呀，终于可以看见于老师的画了。是啊，之前于老师去我们学校的时候说，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、身上的责任和要守护的人。这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。所以艺术家是非常脆弱的，要保护好自己。对。马总，怎么了？有人投诉。投诉谁啊？您，我？对，说您这服务不周。谁？萧子琪呗。夏小姐，是不是我上次陪您逛街，您对我的服务有些不满意啊？没有啊。啊，那不是不满意的话，您找我过来是需要我有什么服务帮助吗？我听说呢，你是这里的老板。我要是不这么说的话，他们就会想办法阻止我，不让我见你啊。啊，我明白了。那请问您现在需要什么服务吗？杨丽，你先出去吧。马总，请坐。好。你稍等啊。请。啊，您坐。啊，马总，我听说银行已经决定不再为 JR 续贷了吧？夏小姐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。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可以帮你约见润金支行的行长，来帮你们酒店争取到一次银行下贷的机会。那不知道我可以为萧小姐做些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们礼宾部有个礼宾叫白岩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安排一场和他的婚礼。婚礼？没错，一场假的婚礼。夏小姐，我可以知道这里面的缘由吗？这不需要什么缘由啊，这缘由就是你可以争取到银行的贷款啊。实在对不起，夏小姐，
我们酒店无法为您提供超出范围内的服务。马总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只不过是帮我安排一场假的婚礼，你们的酒店就可以得到银行的贷款，这不是很合算吗？对，是很划算。但是我认为，感情和婚姻里都不应该掺杂任何利益，并且这也不可能是一场交易。实在抱歉。马总，你等等。如果我告诉你，这场婚礼是他欠我的呢？我爸爸妈妈很快就要来酒店，把我接回去结婚了。可是我不想，也不能嫁给别人，请你帮帮我好吗？咱们这么做真的好吗？让咱们的员工跟客人假结婚，哼，听着都新鲜。有什么不好的呢？客人开心就好。但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。你说那个萧子琪，他身边就算缺男人，他也不缺男性朋友吧？干嘛非要在咱们礼宾部选呀？就是啊，我也觉得您这眼光不行，那么多笑靥如花你不选，八面玲珑你不要，选什么那苦花脸？而且他这个……不错，气质成熟稳重，相貌也好，看起来像是刚留学回来的样子。所以，你现在是谁？我是法国留学回来的金融硕士，父母都在国外。这次回来工作是因为父母年龄大了，日后想要落叶归根。很好。你的表情是否可以再丰富一点？我一直都这样。你该不会是不情愿吧？不用担心，等肖小姐的父母一走，我立刻让你归位。我没有什么不情愿的，就当是为了挣今年下半年的那些双薪吧。看不出来，还挺现实。人嘛，都是活在现实中的。而且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尤为重要，我不可能因为一个客人的无理要求而丢了这份工作。一个是赚更多的钱，一个是有可能让我丢掉这份工作，我当然会选择前者。的确，工作是每个人都需要的，有时候的确比爱情更需要。没事吧？又头疼了。我马总老毛病，头疼。您好，客房服务。您好，客房服务。夏哥不是说余秋柏要在房间闭关几天，好好休息吗？怎么不在房间？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不会又出什么事吧？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是故意选上他的，但是他依旧很配合我。
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。这有什么奇怪的呀？也许他并不知道你知道情况了，他可能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吧。不管怎么说，马总，谢谢你。您先别着急谢我，肖小姐。您觉得您了解他吗？我是说现在的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可能他当初逃婚的理由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或者说，他爱上了别人，或者他连孩子都有了呢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不对，是不是他简历上写什么了？他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啊，那倒不是。那不就没事了？马总，不管怎么说，他答应了，真的谢谢你。我说大哥，你到底能不能行了啊？你别有事没事整这个行吗？我什么我啊？你说说你啊，老大不小了，好说不行，歹说不行。来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只要你说我能办得到的，我都给你办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来我们酒店自杀，行不行啊？我之所以总是没有灵感，是因为我忽略了最真最纯的东西，那就是艺术本身。我过于追求那些虚化和浮华的东西了。一样东西它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用抽象，也不必夸张，因为那本来也不是我擅长的。这些年，因为商业需要，我的画风和思想都被改变了。直到那天你带着学生们来。虽然他们很多说的并不契合我本来的想法，但是那让我看到了我的曾经，那种最纯粹、最直接的对艺术的热爱。我在他们眼里看到的是真的热爱和追求。所以你这么多天一直在想这个？是啊。简单来说，这些年我越来越不接地气了，越来越飘。只要你想明白就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准备把那些画都销毁重新画，而且我绝对不会为了开画者而造画的。我要把每幅画一幅一幅的用心画好了，我再开画展。不能为了商业需要，为了赶稿子糊弄自己。说的太好了。走，我请你吃大餐。肖小姐，等等，把我东西放在这儿吧。我还是给您送上去吧。不用了，还是麻烦这位先生帮我把东西送上去吧。毕竟，这都是我们结婚要用的东西。你为什么会答应？其实，我还准备了好几套方案来应对你不会答应的情况呢。我怎么会不答应呢？
毕竟肖小姐给了我那么丰厚的报酬，而且公司在年底还会给我双薪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没错，我当然是为了钱。那你可以娶我。我虽然爱钱，马总，我介绍一下，这2位是子琪的父母，这是杰尔酒店的马总。你们好，欢迎你们入住 JR 酒店。那我先带2位上去。嗯，这边。星光的舞台，初次相见，闯进心怀，旋转舞步在等待，不准确，专属的依赖，悄悄的指尖覆盖，亲吻脸颊，轻轻你，心动浪漫告白。就像是天籁，遇见你是最美好的意外，轻来顺带，扰乱心怀，倒数的节拍，悄悄引动一定未来。今天我很开心，你知道你已经多久没有好好跟我说过一句话，跟我吃过一顿饭了吗？今天我只是为了赚钱，为了工作，请你不要误会了，肖小姐。那你为了赚钱还真拼啊，演技高超到连我爸爸妈妈都相信那是真爱了。那当然，我是很敬业的。晚安，肖小姐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用跟你绕弯子。这次婚礼为什么会找到你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。我清楚与否并不重要，对于马总而言，我就只是一个员工，而且我已经很好的完成了员工的职责。你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员工，但是作为男人，你绝对不合格。老板也无权设问员工的私生活吧？
可是如果这个员工人品有问题的话，我一样会考虑是否继续聘用他。我可以看作您在威胁我吗？当初找我假扮男朋友的是您，现在反过来质疑我人品的也是您。如果用这个理由开除我不服，我会提出仲裁。我指的是你欺骗感情，你败絮其中。我欺骗感情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如果说你知道我跟萧子琪的过去，那么你应该知道，我早就拒绝了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你不爱萧子琪了，你应该要告诉他，你真正离开他的理由是什么？是因为你移情别恋，你爱上了别人，你甚至有了自己的家庭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让他死心的话，我想你应该早就告诉他了吧。马总，您调查我？萧小姐的父母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当然要谨慎小心。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权。诚信是互相的，你的简历上面写着未婚，也应该是你欺骗的行为在先吧？未婚就不可以先生子吗？我是有女儿没错，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，我更不允许别人伤害她。所以，我不希望您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还有你，否则我保留对这件事情继续追究的权利。快点，别磨叽。哎，好了，这都是我早上安排他们的。你看这玫瑰花，这花漂亮。说的跟你结婚似的啊！我也想结婚呢。哎，怎么样，哥？告诉你，咱们酒水就能挣。这个数你想都别想。哎呦，哥没事儿。我说，你们干这事，马总知道吗？你以为马总不知道吗？你呀，结好你的婚。那我呢？我身为这场婚礼的主角，我觉得我也有权利参与到你们这个所谓的计划里面吧。哎，张阿姨，怎么了？我已经把依依送到你们酒店门口了，你快去接她吧。依依，你怎么来了？爸爸。哎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在酒店不要叫我爸爸。那叫什么？你先跟我进去，一会儿跟你说啊。走。爸爸。嘘。喂。白岩，你有时间吗？过来陪我喝杯咖啡吧。您在哪儿啊？我在咖啡吧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好。说句实话，我非常感谢你。子琪一直说她不结婚，而且很坚决。为这件事儿，我们争吵过很多次，甚至有一次她离家出走了整整1年。唉，我们从来没有期望着有一天她能够带个非常好的男孩子回来。实不相瞒，我和她妈妈已经做好了。他只是从大街上随便带个人回来应付的准备。
我们连对策都想好了，没想到没用上。哎，你和子琪真的很般配。其实，我觉得子琪还是蛮孝顺的。她以前常常跟我说，她是一个被父母惯坏的孩子，让我让着她。她还说，即使我们两个的事情父母不同意，我们也会真诚的恳求的。她绝对不会惹二老伤心难过的。真的吗？子琪这么说吗？啊，真的，她真这么说。她平时虽然看起来有些任性，但是她内心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。我们也知道，在婚姻这个问题出现之前，我们一直也很和谐。可是，你也应该理解，作为父母，我们希望以后不在他的身边了，他能够有个非常好的人来照顾，甚至他不喜欢小孩，生不生也由他。是谁？爸爸说不能出这个房间，也不许别人进来。我要告诉爸爸。爸爸？你爸爸是谁呀？我爸爸叫白岩。他身边知冷知热的人总是要有的。可能是这2年我们逼得紧了些，才有了矛盾。其实我觉得这些话，您可以跟他说呀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说不到3句话就吵起来，怎么可能心平气和得了？我们稍微提一句他就急。其实我和他妈妈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是非常开明，只要对方是个身家清白、没结过婚、心肠好的人就行，也不要求门当户对。我们很爱他。就是担心他的将来没有人照顾。过来呀！伯父，我今天下午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，这都晚了10分钟了。哦，那你就快点去吧。那晚上再陪您好好喝一杯。啊，好好。哎，白岩，你就没什么可解释的吗？我虽然知道你有个女儿，可是没想到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女儿带到酒店。你知不知道，连新闻稿都发了？啊？你知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闭嘴！说重点。对，说重点。这重点就是你这样欺骗我们，欺骗肖小姐。如果让肖小姐的父亲知道了，我们还捞什么油水啊？哎呀，你闭嘴吧你！这是重点吗？啊，满脑子就知道捞油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问题我回头再跟你说。还有你，白岩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可疑啊！有女儿就有女儿，酒店又没说员工不准有女儿，你为什么瞒着大家？我记得你还因此威胁过马总。啊，这么大的八卦你都不告诉我？闭嘴了你！白岩，为什么要瞒着肖小姐？啊？难道就为了挣这笔假结婚的钱？是啊，我也从来没有隐藏过我视钱如命，就是这样。难怪马总会这么担心了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这件事情一旦传帮，对酒店损失有多大？你是不是不想要工作了你？这件事本身就是马总和肖子琪安排好，必须是我。
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我现在也是骑虎难下。还有，咱们现在是同一战线上。哥，你别拉住，我揍死你别闹了你！总之，你们现在必须得帮我。他现在这2天没人照顾，必须在酒店。算了，反正也就1天的事情，这孩子务必要藏住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可从来没看过孩子。夏哥，你有好事从来就不想着我。倩倩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我也相信你，去当实习了啊！哎你，那就辛苦你了。哎你们，我可从来没看过孩子。阿姨，我也相信你。叫姐姐。你觉得哪条好看？这条。我也觉得。夏小姐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坚持了不该坚持的，执着了不该执着的，你会怎么办？你指什么呀？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白岩他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想说，他也许只是为了钱。我知道，他在我面前也直言不讳。可是我不相信，我爱上的男人会是一个只爱钱的人。不然的话，他可以娶我呀，娶我钱更多。说什么不想被束缚，我才不信。我真羡慕你。羡慕我？你羡慕我什么呀？羡慕我有个落跑的新郎？羡慕我需要办一场假婚礼来完成夙愿？哦，要不然你就是羡慕我。反正我也觉得没什么好羡慕的。我羡慕你，可以为了一场爱情，奋不顾身，不顾一切。你不会吗？你有男朋友吗？有过。分手了？他死了。我也很想为一场爱情奋不顾身，不顾一切。可是我没机会了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试试吧。哎呀，咱家闺女真是有福气了啊，找到这么好的女婿。是啊，咱们也可以放心了。真好玩。多危险！哎呦，你看，哎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来，到奶奶这儿来，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不该一个人在那儿玩，很危险的。啊，我在跟小鱼玩。啊，跟小鱼玩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白衣，爸爸叫我依依。你爸爸妈妈呢？怎么没有跟着你啊？我没有妈妈。
爸爸说我妈妈死了。哎呦，依依呀，是爸爸这么告诉你的吗？嗯。哎呦，这孩子真可怜。依依呀，那你爸爸呢？我爸爸是李斌。哦。啊，依依，你自己在这儿玩很危险的，奶奶带你去找爸爸，好不好？好呀。真乖，那走吧，找爸爸去。走吧。走吧。依依，依依，依依，杨丽，依依不见了。别上你们！哎，先别杀人！这啥节奏啊？真是！没事，你先来帮我，我能行的。我真服了你们。赵总，小朋友，你看看这些人里头，哪个是你爸爸？我爸爸不在这里，他一定是在上班呢。哎，这是我爸爸。我爸爸叫白岩。白岩？喂，马总，我这儿正忙着呢。现在马上带白岩来休息室。爸爸。依。白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对不起。为了我们那么信任你，啊，你竟然你这是骗婚，你知道吗？幸亏我们发现的早，不然你就被这个人给骗了。亏他在我们面前表演的那么真。哎，走，我们回家。爸，马总，婚礼取消。爸妈，这婚礼不能取消。这件事儿，我一直都知道。这主意是我出的，是我让他隐瞒你们的。我一定要嫁给他。你这是为什么？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人，绝对不行。爸，您不是一直希望我结婚吗？我现在马上就能嫁人了，您怎么不同意了呢？我们是想让你找个好人，找个靠得住的人结婚，而不是一个骗子。他不是骗子，难道不符合你们的要求，那就是骗子了吗？如果这样说的话，那些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好，只要我幸福快乐就好的那些话，那才是骗人的吧？你住口！子琪，我们不是图他有钱有势，而是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他这个人的人品是有问题的呀。像他这种人品的人，我和你爸怎么可以把你托付给他嘛？妈，你不了解他，但是你应该相信我。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嫁给他的话，那以后也不要再逼我结婚了。子琪，你疯了吗？他都有孩子。有孩子怎么了？就算他离异了，他丧偶了又怎么了？我爱他，我只想和他在一起。爸妈，就为了我结婚这事儿，咱们吵了多少架了，闹了多少不愉快了。以前咱们家不是这样。
确实是我们酒店的礼宾，也不是什么名门出身。这件事儿，其实只是萧小姐想办一场假婚礼，来躲避二位的逼婚而已。她并不是真的想要嫁给白岩，所以才欺骗了二位。马可爱，谁说我不会真的嫁给白岩的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这一切都是假的，其实只是萧小姐给二位做了一场戏，也算是完成她的一个心愿吧。演戏啊，还愿望？哎，我说你们酒店，你们什么钱都挣啊？萧先生，萧太太，实在是很抱歉。其实，萧小姐和白岩他们……马可爱，你有完没完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说下去，我爸爸妈妈就永远不会同意我嫁给白岩了，他们会永远认为这是一个骗局。你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萧小姐，请注意你的行为。萧子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是，我胡闹，我莫名其妙，我无理取闹，我处心积虑，好了吧？可我就是爱你啊！我做错什么了？子琪，子琪，要不要喝点水？你找我？你女儿呢？我给她开了一间房间，孙倩在带她。所以这就是你当初离开我的原因，因为你有了别人，而且还跟他有了孩子。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，但是现在，即使你的孩子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了，我还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变心才离开的我。子琪，其实我觉得，咱俩其实并不合适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更是这样。因为有些事情时间是改变不了的。以前我说我欠你一场婚礼，你现在花大价钱去完成一个你之前没有完成的梦想，这是你的坚持和任性 ，OK。但是我呢，我只是为了赚钱，然后帮你完成这个梦想，让你死心，所以我才配合你演戏，你明白吗？你够了，我听不懂你的这些狗屁逻辑。但是起码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有些事情是时间也改变不了的，比如说，我爱你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实话？你想听什么实话？为什么我不行？为什么你要放弃我们的感情？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我也希望你可以早些走出来。
马总，你怎么了？干嘛？那个，你要是不舒服或者头疼的话，反正我这个人也不是很会安慰人。但是说，你如果说需要一个拥抱的话，那我可以。谢谢，不需要。马总，你想哭你就哭吧，没事的。这谁还没个脆弱的时候？何况是个女人呢？你说，当着这么多人面被人推，确实挺难看的。让你失望了，我既不难堪，也不想哭。那你是在干嘛？思考人生？我只是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你说的对，我认为的开心不一定是别人认为的开心。其实我今天承认这只是一场戏，是我避重就轻。我不想让萧家父母觉得白岩是个骗子，我认为这样做才是对他们最好的。可是我想错了，萧子琪才是最了解他父母的。的确，如果他父母都认为白岩是骗子的话，那么就会否定他们的感情，也会否定他们的过去。他们一定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萧子琪编造出来骗他们的。你是说白岩和萧子琪有过去？我算明白了，难怪你会答应他这么奇葩的要求，其实是萧子琪有求于你，对吧？面对那样一个对感情奋不顾身、不顾自己一切的女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她。但还是我想的太简单了，现在弄得两边都不是人，酒店的婚宴也取消了，什么都被我弄得一团糟。其实你也没必要这么悲观。萧子琪他就是一时生气，他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呢。至于萧先生和萧太太，虽然是我们的重要客户，但是我认为天下父母心还都是一样的，只要萧子琪没事儿，他父母就没事儿。怎么样？我这么说，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呀，只需要负责哄好萧子琪，让他知道你的观点。当然了，不用太感谢我。放心吧，我并没有好一点，所以不会谢谢你。哎，你就告诉我怎么能让心情变好？你告诉我，我奉陪。来，站这儿。啊？站这儿。